辛辛苦苦田间作，开开心心收割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种菜的习小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点愉快的，盘点小厨的秋收。本期呢，我总结了10种这个秋天收获的蔬菜水果，希望这些能给大家带来好的经验建议的同时，也能让你们放松一下心情。今年的秋收里，收获时间最长的是辣椒。辣椒幼苗我是初夏的时候种到地里的，由于辣椒喜温暖，特别是辣椒苗气温太低，就生长得非常缓慢，所以我选择初夏时才开始种植。如果是用种子开始种，可以在春季就在室内育苗，等到初夏时，在全天气温不低于15摄氏度时，再移栽到室外去。今年秋季我采收了红辣椒，我家不太能吃辣的，所以辣椒我只是每种种1颗。这是2个品种的，一种叫 Cason， 这一种不是很辣，辣度适中。另一种叫 Jalapeno， 这个词也是墨西哥语的辣椒的意思，所以这个是一款墨西哥辣椒，所以这个相比 Cason 就辣很多了。多年前我还种过一种叫 Ghost Pepper 的，中文叫魔鬼椒，也叫印度鬼椒。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，真的是辣到你想哭。今年的辣椒采收季节很长，从夏季开始到秋季，一直到现在进入冬季了，枝条上还挂着许多红红绿绿的辣椒，反复开花结果，收了好几茬。下面请大家用10秒钟的时间跟我一起体会一下摘辣椒的愉悦感吧。第2种，萝卜。秋季种萝卜是再合适不过了，因为萝卜适合冷凉气候种植。今年我种的属于水果萝卜，生长期短，1个多月就能采收，1个秋季可以至少种植2遍。今年我种的水果萝卜有2种，一种是这种小红圆圆的樱桃萝卜，另一种是小的白萝卜。这2种都适合生吃，当水果吃，或者拌沙拉吃，爽口又营养。这次樱桃萝卜种的太少了，每人每盘子里仅限1个。萝卜的种植方法，我在之前的一个叫做《最快采收的7种蔬菜：秋季种菜指南》上的视频中有介绍过。想要知道具体种植温度条件等内容，可以观看。3. 地瓜、红薯、番薯 Sweet potato， 地区不同，叫法不一样。秋季挖地瓜属于很治愈的活动，戴好手套在土里翻啊翻，就像在挖宝，每挖到1个就心情小激动一下。有人问我为啥用手挖，这个问题你们懂的，我是怕铲子挖坏了地瓜呀。还有用手挖娱乐性更强一些，当然这种种植箱里的土壤很疏松，适合用手挖。这个是第1次挖的，第1次挖的都比较大，这些呢是第2次深挖出来的。4颗地瓜秧挖出这些，洗干净了，是不是好看多了？挖出来的地瓜有的很小，这些小的呢可以挑出来留种，只要表皮没有破损和腐烂，就可以留着做种薯。装在一个纸壳箱里，壳盖上打几个透气孔，放到温度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的地方，不要超过16度哦，因为在16度以上，地瓜就很快会发芽了。我们要留过冬天呀，等到春天才能播种呢。我把这一盒放到了没有暖气的洗衣房里，来年还可以种一批。
种植地瓜的好处不只是吃地瓜哦，还能吃地瓜叶，也叫番薯叶。想要知道地瓜和地瓜叶的具体种植方法，可以参看我的那期地瓜种植的视频哦。佛手瓜，关于种佛手瓜，我可以用超值这个词来形容了。今年秋天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佛手瓜，基本上每隔1个星期就采收一批。这些佛手瓜还有营养健康的龙须菜，都是出自于一颗佛手瓜。对，我只种了1个瓜，就给夏天和秋天带来了这些收获。把瓜好好储存起来，冬天也能吃呢。这只是第1年，佛手瓜是多年生的，第2年、第3年会比第1年的产量更高。好期待明年的收获呀！如果你也想种，可以参看我的2期关于种植佛手瓜的视频，从催芽育苗到施肥管理，方法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喽。生菜，生菜是我每年春季和秋季的必种菜，无论种植箱还是小花盆，它都能长得很好。今年种植了散叶的混合品种生菜，还有结球生菜，也就是我们常叫的西生菜。散叶的混合生菜长得很快，种下去1个月就可以开始采摘了，每隔几天就能采摘一份生菜沙拉吃，比超市里的新鲜，吃起来更放心。相比之下，原生菜由于需要包心结球，所以生长期长一些，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它在结球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始采摘了。我在耐心的等待。油麦菜，这个酷似莴笋的莴苣就是油麦菜。跟莴笋不同的是，它是专门食用叶子的，而不会长茎。油麦菜是我在后院今年新增加的菜品，这些是3个月前种的。由于这个种植箱太小了，种的时候故意种的密集些。现在我要把这中间的2颗先从根部拔掉采收了，给周围的这几颗更多的生长空间。剩下的这几颗还可以继续长得更大些再采收。对了，辣椒旁边还有1小排。亚洲超市里的肯定没有这个新鲜，赶快拿去解馋喽。芝麻菜，芝麻菜又叫火箭菜，我想火箭这个名字是源于它的英文名 Rocket。 芝麻菜有独特的味道，有人喜欢有人厌，我就是喜欢它与众不同的味道。今年种在生菜旁边的一堆早期招了虫害，于是挪了一部分到小花盆里，放到了自己改造的小温室里，这些就没有虫害了。而原来小种植箱里的这些呢，由于天气渐凉，虫害变少了，现在长得也不错。你喜欢它的味道吗？柠檬，3年的柠檬树，今年秋天也丰收了。上周发布了采收柠檬以及采收后怎样维护柠檬树，包括了柠檬树的修剪，解决叶子变黄和病虫害的问题。有网友问我，收获的这些柠檬怎么消耗呢？我想，除了用来做饭、用来调料和做烘焙蛋糕的少量使用之外，大部分可以用来做各种柠檬饮品。天热就做冷饮，天冷就做热饮。在这里想问问大家，有没有想看小厨做柠檬饮料的？想看的朋友们，请在留言区打入“想看柠檬饮料”，告诉小厨。如果收到的关于想看的留言过百，小厨就会出一期美美的各种柠檬饮料制作的影片哦，期待大家的留言。山药，自从发布了用管子种山药的视频，得到了大家的关注，
就经常有网友问我山药收获了没有呢？我答应了大家要汇报山药的收成情况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所以这次特地将我挖山药的全部记录了下来给大家看。挖之前看看这个山药的状态吧，因为自从种下去之后呢，我就没怎么管过它，除了换了一次架子之后，我也没有追肥。现在呢又长了好多杂草，依稀的可以看到，由于下雨啊，把上面的土有点冲掉了，这个管子有点露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进行挖掘工作。现在呢，就看看这4个管子中我能挖出几个。这个是，靠边上第2个，不能用铲子挖，用手挖。哎，好像这有一个哎，看看，但好像这个不长。能有个10几厘米长吧。这是一个，这个是我种下的山药嘴儿，飘到上面来了，不知道底下有没有。哎，看到了，这有哎，但是好像挺小的样子哦。也不大哎，很小的样子。第3个会怎么样呢？那这个更小啊，但是这个结了3个，这个结了3个，都不大哎，有点失望。山药豆没有结。好了，我现在呢都挖完了，最后，哎，最后只收成了这么点儿，哈哈哈，感觉好少啊。有三颗山药嘴种的收上来了，那1颗山药豆的没有长。然后这3个每个也不大，这个能有15厘米长，这个能有10厘米长，这个就更小了，但是长了3根，每根都很小。这次的山药产量实在让我失望，感觉和种下去的差不多。不过呢，我是不甘于失败的习小厨，在种植方面，失败绝对是要分析原因，整装再战的。就这次的产量太低，小厨分析了一下原因。首先呢，我还是坚信这个种植的基本方法没什么问题。那么它长得小的原因主要出在哪儿呢？经过分析，我发现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种植时间的问题。山药通常的种植时间很关键，特别是在温带的地区，冬天有一个比较冷的、相对低的温度。一般在北半球3月份就要开始进行种植了，也就是早春的时候就要种下。那么对于我们南半球来说呢，相对应的季节应该种下的月份应该是9月份，而我是在11月末栽种的，比正常的种植时间晚了2个半月。这就造成了在盛夏的时候应该进入花期的山药，在整个夏季呢都在处于长枝长叶攀爬的营养生长的状态，一直到今年的4月中旬，也就是秋天，天气转凉了才开始开花。看一看这一串小花还挺可爱的，但是由于呢气温下降的太快，花还没有开始开放，藤蔓部分的枝条呢就因为温度过低开始枯萎了。同时呢，因为气温的降低，在地下部分刚刚开始发育的地下茎就停止生长了，藤上的花和叶子已经凋谢，地下的块茎还没有长大。所以我想呢，这个种植时间过晚是这次的收获极少的主要原因。
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想种植山药，千万不能种得太晚，夏天种就来不及了。它的生长时间不够，到秋天呢，也只能像我这样收获很小的一块了。当然呢，还有其他的因素，比如种植期间缺乏管理。看看我的这些杂草啊，确实，自从架子搭好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管理过它，没有追肥，也没有除草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遭遇了小动物的啃咬。有一株长得最好的那个，不知道被什么小动物从根部以上的主茎部分咬断了。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，小厨决定来年再战，规划好种植时间，做好田间管理，明年再来和大家汇报我的山药成绩。10. 丝瓜。丝瓜在夏季的时候嫩的就已经被小厨摘掉了，这些仍然挂在藤上的是故意留下来准备做丝瓜络的。做丝瓜络的丝瓜要尽量的留到丝瓜变黄变老。由于我嘴馋，把开始结的瓜吃掉了，那么这些后来结的呢，就要等到丝瓜藤拉秧再收了。这样可以让它们长到最老，成熟度最高，里面的种子才能用于留种，明年再种，并且丝瓜络的纤维才会坚韧。这个秋季等叶子都变黄了，藤蔓干枯了，就是采收丝瓜的时候了。这些丝瓜呢，将会被做成纯天然的丝瓜络制品，洗碗海绵呐、洗澡香皂、浴球啊等等。还有没有更有创意的呢？在这里，请大家帮我想一想，期待你们的建议哦。今天的10种秋收汇报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，你是否也有了秋天的种植计划呢？如果你还在迷茫秋天能种什么收什么，可以参见小厨之前发的3集秋季种菜指南系列，上中下分别按照了生长期和收获期的长短进行了归类，按照时节和季节种植才会有最佳的收获。同时，喜欢田园生活的你，别忘了订阅习小厨的频道，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继续关注小厨给您带来的家庭种植和生活美食，让好心情每天陪伴着您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会。